博士就业率零。这是2025年最震撼的社会新闻，不是0.01%，也不是个位数，而是一个都没有。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，一所重点高校悄然在毕业群里公布2025届博士就业率为0%，硕士就业率即为26.98%，对比去年同期的51.55%，整整少了一半。而这还不是个例。根据最新统计，2025届硕士及博士毕业生的整体 offer 获取率为 44.4%， 不仅同比下降 12.3%， 甚至已经低于本科毕业生的 45.4%。而本科生的就业率还不如大专毕业生的 56.6%。读得越多，越难找工作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各大高校掺水数据背后血淋淋的真相。数据以就业意向数为准，填了我要就业就算就业。有些学生还在考公、读博、创业失败、家里躺平，全算上了。云南大学公布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数据，中位数专业就业率不及 20%， 其他普通本科高校的数据根本不敢公布。这届中国青年正站在悬崖边上。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，中国高校为了缓解青年失业，连续4年大幅扩招研究生。2020年扩招 18.9 万人，2021年扩招 20.3 万人。到了2024年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突破123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表面看似是国家雪中送炭，实则是饮鸩止渴。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无法提供匹配学历的岗位，过量的研究生只能涌向考公、考编、2战、3战，或干脆重新返乡种地。真正的问题不是毕业生越来越多，而是好工作越来越少。5月30日，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用4个字形容当前的中国毕业生处境：焦虑爆棚。报道称，雇主因经济前景不明朗而大幅缩减招聘计划，除了 AI 相关专业略有需求，其他专业几乎全线失守。金融、IT 甚至工程领域的毕业生要么失业，要么考研考公，几乎没有第3种选择。而公共部门同样在收缩编制，国有银行缩减春招，连过去相对稳定的铁饭碗也变成了一场千军万马抢独木桥的战争。青年就业不再是选哪个城市，而是能不能活下去。真实的就业情况比数据更惨烈。微博、知乎、小红书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晒出真实就业状况。我们班120人，就业不到20个，还是低薪厂里打螺丝的。135人，40人就业，工科研究生。本科电气几乎没人就业，反正我决定直接回老家了。已经6月了，我一份 offer 也没有，简历投出几十份石沉大海。不少毕业生开始质问自己读书到底还有没有用。一个大4女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：我读了985，读了硕士，却发现不如当年初中毕业去学厨师的同学。毕业即失业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毕业即失业不是调侃，是现实。有媒体总结，现在的年轻人面临4种路径：1. 考研再战；2. 考编上岸；3. 进厂打螺丝；4. 躺平啃老。但每一条路都像是死路。考研考编竞争惨烈，成功率不到 10%， 且越来越卷。进厂月薪不到5500，还要倒班、无休、无保障。躺平只换来家长痛哭流涕，亲戚奚落，社会羞辱。更糟的是，一些人甚至在最脆弱的时候做出了极端选择。最近，3位家长因无法接受孩子毕业即啃老，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子女。教育部紧急发文，就业优先。但问题不是说几句就能解决的。这届年轻人失去的是一次找工作的机会，但可能是一生重新站起来的能力。
但比读书无用更令人心寒的是努力无用。以前你只要拼命读书，考上个好大学，就意味着人生翻盘，至少能在社会里站稳脚跟。可现在呢？一本硕士学历在简历堆里根本翻不起水花。你会发现，哪怕你从小到大都做了对的选择，但到头来仍然逃不过命运的吊打。985、211毕业，研究生、博士毕业，最终要么进厂拧螺丝，要么坐在家里啃老，再不然就只能去卷公务员编制考试那一丁点岗位。根据陌陌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春招季，来自985高校的毕业生简历投递量同比下降超10%，许多毕业生直接投降，放弃参与残酷的市场博弈，干脆转头回家养猪种地。这一届年轻人在肉眼可见的社会泥潭中越陷越深。35岁以后，我不配有梦想。这是某大厂程序员在被裁员后留下的最后一句朋友圈文案。在一场场不可抗力的裁员潮里，他们被扫地出门，然后才意识到，这个社会没有资深打工人这种称谓，只有年龄过期的旧零件。而新零件就是一届届的应届生。只是这些新零件很快也会腐蚀氧化，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安放自己。曾经还有人说你不成功是你不够努力，现在才明白，你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，更可能的结果是你拼尽全力，只换来一个无人问津的未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更深层的真相是，中国正在复制30年前日本的宿命。你可能以为日本的失落30年只是股市崩盘、房价下跌，但其实那场灾难的最直接受害者是整个平成一代。当泡沫破灭后，经济断崖式下跌，政府收紧支出，企业冷冻招聘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转战非正规就业，兼职、打零工、临时工成为常态。现在轮到中国了。房地产熄火，出口大幅下滑，制造业回流东南亚，内需不足，老龄化到来，生育率暴跌。而这其中每一个变量，最终都会精准打击年轻人。就业率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它背后是无解的系统性衰退。财新在4月曾报道，全国多所高校被要求确保6月30日前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80%。而不少高校的对策是要求学生提前签空白就业协议，甚至找关系伪造意向书，只为统计数字好看。你就知道事情已经到了靠演戏来维持表面和平的程度。读研、读博变成了就业避难所，不是为了追求学术理想，而是为了逃避社会现实。根据教育部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人，约为10年前2014年的2.4倍。而就业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多岗位去承接这么多学历精英。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数据，2025届硕士毕业生平均收到的面试邀请数量为 1.2 个人，而本科毕业生则为 1.4 个人，高职专科甚至达到 1.6 个人。这是一个荒诞的倒挂世界，学历越高，就业越难，因为企业不再看重学历，而更在意性价比。一个专科生月薪4000，随时可以干活加班；一个研究生月薪8000，要求五险一金、双休、办公环境好、职业晋升。于是他们宁愿要便宜的、听话的，不要高学历的、挑3拣4的。那些海归也不例外。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，2025年春招期间，拥有海外学历的应届生投递成功率不足 20%。即便你是拿着常青藤文凭回来，也可能干不过一个2本的关系户。镀金已死，拼爹当道。整个社会正在被迫放弃对未来的期待。你会发现，曾经中产们讨论的是孩子该送哪所国际学校，该买第几套房，现在讨论的是我要不要回老家生活。
我是不是太老了，没人要了？是不是只有考公才是唯一的出路？35岁后，我的生活还能有希望吗？知乎上、微博上、小红书上，最热门的话题不再是情感、旅游、美食，而是副业、搞钱、出海、考编、存款少，怎么活下去？一场全国性向下流动已然开启。曾经月薪2万的主编，现在干着电商客服；曾经体制内的公务员，跳出来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；曾经出国留学花费100万，如今回国连面试机会都没有。有网友说，以前是不工作就没饭吃，现在是工作了也吃不上饭。这不仅是最难就业季，更是中产梦的破灭季。如果说高考是通往中产的独木桥，那现在这座桥已经塌了一半。一边是越来越卷的学历，一边是越来越烂的岗位。你愿意花3年读研，却最终干着月薪4000的销售。你拼了命考公，却发现1年几百万人争那几个坑位。你努力进大厂，却在3个月试用期满后被裁掉，说你不合适。很多人的生活被这个社会彻底调转了方向，原本向上爬的阶梯突然变成了下滑的斜坡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根据银河证券的预测，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在2038年达到1445万人的峰值。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第1季度，中国经济增速仅为 5.4%， 但青年失业率未公布，此前是 21.3%， 引发巨大争议，此后便再无具体披露。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2023年跌破 0.7%， 连续7年下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企业要承担的养老负担越来越大，岗位越来越少。意味着年轻人承担的税收压力越来越重，工资涨幅越来越低。意味着就业难、就业焦虑、就业绝望变成一种社会常态。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，那他就真的病了。